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先请大家来看几段视频。一觉醒来天都塌了，现在我就在越南的工业区这里，我给你看一下实时的一个反应的景象。大家看，都没有什么人了。以前这里很多货车人来人往的，都在吃饭喝水，现在连人都没有了，马上反映到工业区的企业货运上面了。在越南13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重的关税。我现在的话，人是在这个越南啊，越南关税一加，工厂出口就不容乐观啊。这几年有大量的中国工厂转移来越南这边开厂，就是因为要规避国内的高额关税，而且今年会有大量的中国工厂老板来这个越南这边到处考察。现在越南关税一加，而且加的特别的高，那世界工厂这个地位就危在旦夕了。我现在人就在越南啊，我是能亲自的感受到了越南实体经济的真实行情啊。其实除了这个工业和房地产在增长之外，越南的实体经济其实很糟糕。就是从18年起，贸易战开打之后，有无数的中国工厂搬到越南。当时很多人觉得，哎呀，老美针对自己，因为自己中国人嘛，如果变成越南、柬埔寨，结果呢，现在川大爷告诉你行不通，来折腾去，把工厂都搬到周边国家了，这次全都被打大耳刮子了。川普为什么要对这些东南亚国家征收重税其实是把我们所有的路都堵上了。我们转口贸易到东南亚，然后再卖到美国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我们很多产业链资本转移到东南亚，这资本人员设备都投入了。后面会很艰难。美国川普呢宣布对柬埔寨进口的商品加征49%的关税。其实懂的人都知道，现在在柬埔寨开工厂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本来把厂子移到柬埔寨就是为了去避税，现在不仅税没避到，反而更高了。除了柬埔寨以外，还有越南、泰国、印尼，通通都没跑掉，全部加征30%以上的关税。你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除非你把工厂搬到美国去，不然就是无解。说都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但这一波出口美国的工厂确实难了。从上面的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在川普总统对全世界进行贸易重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对东南亚国家征收高关税之后，那些近年来把工厂搬到东南亚的国家的中国老板正在面临着艰难的困境。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企业产能外移的背景和美国为什么要打贸易战。首先呢，中国企业为什么要产能外移，以及改换产地的方法是否有效呢？自2018年起，川普政府开始对中国数千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范围呢有涉及到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家具与服饰等众多个行业，这就导致了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上升，价格竞争力下降。那为了保住欧美的市场份额呢，中国企业开始寻找非中国原产地的生产方式，他们纷纷到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设厂。这种现象呢，是对贸易战的直接回应，也是中国企业全球布局策略的重要的一环。他们的做法是将半成品出口至越南等地，再由当地完成最后的组装与包装，最后贴上 Made in Vietnam 出口。为了避免视为虚假原产地，越来越多企业选择在当地建立真正的生产基地，雇佣当地的工人，使用当地原料，最后呢，把产品出口到美国。那么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呢，促使川普政府不仅仅对中国还有东南亚国家都征收高额的关税。面对这一切呢，中国民间对高关税的看法非常的悲观。有人认为呢，说关税风暴正式落地了，这绝对是未来几年对经济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这次关税风暴落地有2个明显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超预期，这个关税水平呢，比预想的最糟糕的情况还要糟。之前资本市场预想最开始是30%，后面会慢慢的增加，有1年到2年的缓冲期。没有想到这次出手就是重拳，现在的20%加上将出的34%，这已经是54%了。那么第二个特点呢，是围剿我们。这里面最让人意外的是对东南亚的关注的水平。越南46%，柬埔寨49%，泰国36%，印尼32%。这是个完全围绕着我们打造了一个关税的包围圈。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企业主要是以出口为主，我们的制造业呢，也在向东南亚在转移。东盟已经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国和转口贸易地了。那么这一次对东盟国家的关税水平和我们的齐平，
甚至呢比我们的还要高，意图就非常的明显，就是要阻挡中国的商品对美国出口的一切通道。所以呢，这次关税风暴影响非常之大，短时间内对经济的冲击也会很猛烈。我们一直在说，经济是有3驾马车：投资、消费与出口。其实呢，这个表达是不准确的，准确表达是1驾马加2辆车。1匹马呢，那就是出口；2辆车是投资与消费。因为投资与消费所花的钱呢，其实都来自于出口挣来的原始的积累。现在核心问题就是出口短时间遇到了剧烈的震荡。中美贸易战的背景是什么呢？川普的2个任期搞针对中共吗？2001年12月，中国在经过15年的谈判后，成功加入了 WTO。加入的前提是中国必须要承诺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允许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等。20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中共完全违背了所有的规则。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对国内特定的产业提供天量的政府补贴，尤其是钢铁、太阳能、纺织等传统的制造业。这使得这些行业即使在全球需求不足的情况之下，仍能以极低成本持续的生产，并且大量倾销到海外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造成了灭顶式的打击。比如说，中国钢铁在2015年全球供应过剩的情况下，仍然大量的出口，这使得美国、欧洲本地的钢厂经营非常的困难。太阳能面板在欧美市场上大量的倾销，导致德国与美国的太阳能公司呢接连破产。虽然呢，中国在 WTO 的框架下承诺开放市场，但在实践当中，外国企业常常被迫与中国本地的企业合资，分享技术才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比如说，像美国的科技企业或汽车的制造商要在中国设厂，就必须与中国的企业成立合资公司，专利技术呢和管理方法都必须与中国企业分享。WTO 的前提是公平竞争。但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以及受到政府补贴的大量民营企业，在融资、税收、土地、能源价格等方面获得大量的特权，形成了政府与企业一体的竞争模式。中共还操纵货币，削弱贸易公平性。在出口的价格上，中国产品本身就价格低廉，再加上汇率，而更具有吸引力，加剧了贸易的失衡。所以呢，川普政府从2018年开始对中国展开贸易战，直到今天呢，再次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开征关税。其背景呢，正是对中国20多年来的廉价倾销与不公平贸易手段的强烈的反击。面对残酷的现实，中国出口商只能选择躺平了。网友表示，今天中午和几位做外贸的朋友通了个电话，他们说不用等到政策落地，现在已经基本没有订单了。从年初到现在呢，客户虽然还有联系，但谈到关税问题时，几乎都表示要让工厂或贸易公司自行承担全部的税费，这让很多人直接选择不再下单。这一政策呢，基本上堵死了不少外贸企业与欧美市场合作的出路。尤其像是浙江这边，不少工厂做的是针织品、服装、生活百货等产品，本身利润率就低，通常只有 10% 左右，最多呢只有 15%。现在税费一加，意味着每出一单就要赔钱，根本就撑不下去。另外呢，有个工厂专门做干果盘、托盘这类产品，大部分订单呢也是出口。以往出口成本就已经不低，工厂与贸易商勉强各负担一部分，还能够维持做。但如今呢，这税再一加，两边都扛不住了。他说今年的订单量比去年少了一半，预计2025年的整年的生意都会非常的艰难。现在呢，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考虑退出外贸行业了，这在几年前是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毕竟过去这些工厂主要依赖的就是欧美市场，那边有他们大部分的客户的资源。如今眼看着局势无解，只能选择躺平，等待新的出路。那我们再来说说，为什么川普总统还要堵上小额进口商品免税的漏洞。自由亚洲电台4月3号报道表示，美国取消中国与香港小额进口商品的免税待遇。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为了阻止芬太尼毒品流入到美国。因为中国对化学公司提供补贴，
并且通过其他的方式激励这些公司出口芬太尼及相关的前体化学品。许多公司呢，将非法物质隐藏在合法贸易的流通当中，也通过小额的包裹源源不断的偷运到美国。近年来，通过免税途径进入美国的包裹数量激增，去年达到近14亿件的惊人数量。目前呢，进入美国的所有包裹中，90%以上为小额包裹，其中呢，大约60%来自于中国。面对即将开始征收的关税，那些做电商的中国网友直呼天都塌了，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深圳公司倒闭了实在是太多了。今天这个公司是做跨境电商的，从去年开始坚持了大半年，最终还是倒闭了。现在里面的办公家具基本上都是很新。一觉醒来，做美区的兄弟啊，天都塌了。针对做美区跨境的啊，确实是有点难受的。这一波下来啊，有很多老板呢已经扛不住了。4月1号起，所有800美元以下的包裹免税通道永久关闭。如果你们要做跨境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做东南亚吧啊。东南亚虽然利润低，但是它稳定呀，对不对？它稳定呀。有很多人说做东南亚不是做国内，你不就是国内做不好，你才去做东南亚的嘛，对不对啊？而且现在做跨境大部分都是国内做不好了，没招了，国内太卷了，玩不了了，才去做跨境的呀，对不对？你国内做得好的，谁玩跨境，谁有那时间呀，对不对？还有人表示，美国关税政策对做跨境的电商影响非常的大。之前呢，有一个800美金的关税豁免的政策，现在都已经取消了。那么也就是说呢，无论什么样的一个小包，只要你发到美国，你都要交关税，而且呢，每一个是不能低于25美金的。这是一个特别恐怖，它设了一条线，每一个不能低于25美金，后期还会涨到50美金一个。比如说像 Temu， 美国的买家买一个产品价格是19.99美金，从中国发过去呢，要加25美金的一个关税，你肯定是要涨价，从19.99美金再加25美金，消费者怎么可能还会买你这个商品呢？作为一个中国的卖家来说，瞬间就丧失了优势，这个是挺麻烦的事儿，特别是后期要涨到50美金，那大家都不用玩了。最后呢，再来看看网友上传的视频，面对冷清的物流行业，他们不知道未来是否还有希望。看样子的话，淡季真的是提前来临了。往年的时候哪有这么冷清呢？现在的市场行情真的是瘆得慌，兄弟们，我刚刚的话，在整个钢铁市场的话，都走了一圈基本上的话，像没什么客户，即使有客户的话，都是寥寥无几啊。今年的行情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所以说，兄弟们我都有点瘆得慌啊。现在都早上的快10点钟了，停车场客户都没有，你看看，什么感觉呀？非常的惨淡啊。中午11点了，停车场里面依然是满满当当。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家的车早都发出去了，怎么可能集体在这儿趴着？今年的行情真的是太艰难了。集装箱今年算是完了，富华裁员，范阳裁员，中集裁员，新华商裁员。那今年贸易战开始后就增加关税，增加关税之后必然会导致这个贸易减少。那集装箱船拉这都是这种进出口贸易的，那所以说影响最为明显。最近一段时间，我去了很多的工业园区、石化企业，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生意十分的惨淡。往年车水马龙，今年门可罗雀。不光是汽车运输，我现在在江苏，就是轮船、货船的生意也非常不好。港口和长江都停了很多的船，船老板说今年没有活，运费低，还没有活。物流行业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那么今年物流行业的春天还会不会到来？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欢迎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